欢迎收听。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深入聊一聊一本书，一本可以说是真正改变了很多人生命轨迹的书。我们要聊的就是里克·沃伦，也就是华里克写的《标杆人生：我究竟为何而活》这本书啊，它的影响力，真的是现象级的。你想想，全球卖了超过5000万册，翻译成80多种语言，还曾经是全球最畅销的书。这种跨越文化、跨越时间的吸引力，本身就很值得我们去琢磨，它到底为什么这么厉害？我补充一点，作者的背景也许能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这本书的出发点。里克·沃伦本人，他是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牧师和思想家。他创办的那个马鞍峰教会在全世界有很多分店，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很积极的实践者。他发起的那个叫 PEACE 的计划，就是一个挺宏大的全球性行动，目标是通过地方教会来推动解决一些社会问题，包括建立教会、装备领袖、帮助穷人、关顾病人和支持教育。这就反映出他不仅仅满足于提供理论，更看重把信仰转化成能够改善现实世界的具体行动。所以可以说，《标杆人生》这本书是他尝试为普通大众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可以操作的人生导航系统，背后是他对信仰实践性的深刻信念。那我们今天有哪些参考资料呢？我们有一份总结，梳理了这本书的核心论点和一些关键概念，算是把它的骨架给提炼出来了。另外还有一份资料，它就比较聚焦实践了，讲了3个特别具体能在日常生活中操作的应用方法，里面还有不少场景和例子，帮我们把理论和现实联系起来。所以啊，咱们这次探讨的目标就不只是简单复述一下书里讲了啥，我们更想一起挖一挖这些观点为什么能在全世界引起这么大的共鸣，他们是怎么挑战我们平时对成功啊、意义啊这些看法的。还有最关键的一点，这些听起来好像有点宏大的概念，到底怎么才能跟你每天的生活，就是那些柴米油盐，发生实实在在的联系？好了，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仔细来看看这本书。这本书一上来就抛出了一个可以说挺颠覆的观点：生命的意义不是关于你。在一个现在人人都讲自我实现、追求个人梦想的时代，这话听起来是吧，有点反潮流。他直接就挑战了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活法。他认为啊，人生的真正目标和起点应该是去认识、去回应那个创造我们的主，就是上帝的心意，而不是咱们自己定的那些个小目标、小野心。没错，这句话，可以说就是理解整本书的一把钥匙。它等于说强迫我们从那个老想我想要什么，我能干成啥的思维定式里跳出来，去想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我到底为啥在这儿？这就为后面所有的内容打下了基础。它要求我们把眼光放长远一点，不只看这辈子，还要看到永恒。我们来试着提炼一下这本书最核心的几个关键信息点。首先，一个最根本的观点是，真正持久的生命意义，它的源头在于认识并且回应创造我们的主，而不是去追求世俗定义的那些成功啊、财富啊、快乐啊。这些外在的东西本身填不满我们心里对意义的那种渴望。其次呢，上帝给每个信徒的生命都设定了5个永恒的目的：敬拜他，融入他的家，也就是团契，效法他的儿子，门徒训练，用自己的恩赐服务别人，事工，还有分享好消息，使命。第3点，那种深度的真实的社群关系团契，它不是什么可有无可的附加品，而是我们灵命成长和实践这些目的所必须的土壤和环境，缺了不行。第4，一个听起来有点矛盾的真理是，把生命的主权交给神，选择顺服他的旨意，反而能带来真正的内心自由和清晰的人生方向感，而不是被束缚。还有，我们活在世上的日子是有限的，它既是对我们信心和品格的考验，也是一份沉甸甸的托付。我们需要有智慧的去管理神给我们的一切。最后一点，我们此生的生活方式和选择，不只关系到当下，更是在为永恒做准备。我们虽然活在地上，但眼光需要超越地平线。那么，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简单来说，这本书的核心信息就是，你被创造是为了一个比你自己更大的目标，为了神的荣耀，并且被精心设计来活出这5个环环相扣的永恒目的。
真正的深层次的那种满足感，不是来自于拼命去追下一个成功指标，而是来自于有意识的把你过的每一天都跟神那个宏伟又永恒的计划对齐。这个总结很到位了。那书里具体说了哪几个上帝给生命设定的目的呢？我记得第一个是叫敬拜，它的副标题是你被计划是为了神的喜乐。敬拜这个词儿，估计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去教堂唱唱歌啊、祷告之类的宗教活动。但是书里对它的定义好像要宽得多。他强调说，敬拜不一定非要在某个特定时间、特定地点，它其实体现在我们每天生活的各种选择和行动里，目的是为了荣耀神。资料里那个护士的例子，我觉得就挺形象的。他把耐心照顾好每一个病人，就算是那些特别难搞的，也看作是他工作里的一种敬拜。这种把日常工作赋予神圣感的看法，确实，蛮有意思的。对，这恰恰就是理解敬拜的关键点。他把这个概念从单纯的宗教活动扩展成了一种生活方式。这就意味着你怎么对待同事，你怎么管理的时间，你怎么回应那些不顺心的事儿。比如说吧，堵车堵得心烦意乱的时候，你是选择抱怨呢，还是选择为某个朋友默默祷告？这些都可能成为敬拜的一部分。核心就在于生活的重心不再是满足自己，而是活出一种怎么说呢，尊荣创造者的生命状态。这么说来，是不是也意味着对生活里每一分每秒的要求都更高了？会不会让人觉得有点压力太大？这个担忧很实际，但我觉得书里的重点可能不是要求你做到完美无缺，而是更强调那个意图、那个方向。他鼓励的不是说让你时刻都紧绷着神经，而是要有意识地把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和那个更大的目的联系起来。这更像是一种持续的校准过程，而不是一种苛刻的自我评判。明白了。那第二个目的是团契，意思是你被塑造是为了神的家。这个听起来是在强调人的归属感需求。我们不是孤岛，对吧？是在关系里成长的。比如固定参加一个教会的小组或者团体，能在里面坦诚地分享生活的难处和喜悦，互相支持。对，这里面有个挺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书里把这种团契或者叫属灵社群吧，提升到了一个必需品的高度。必需品？是的，它不是那种可选项。书里认为，就像我们身体需要营养一样，我们的灵命成长是离不开社群这个环境的。孤立是成长最大的敌人之一。资料里那个例子就很有说服力。一个人碰到经济危机了，快撑不下去了，正是因为有教会那个支持小组一直鼓励他、帮助他，他才没垮掉。这就特别凸显了关系的重要性，不是那种表面的社交，而是深入的彼此承诺的连接。这倒是。那第三个目的是门徒训练，意思是你被创造是为了像基督。这个听起来像是一个挺漫长的个人成长过程，目标就是不断学习耶稣的教导，然后在品格上越来越像他。对，这里的关键词就是过程和品格。书中反复强调，这不是什么速成班，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辈子的旅程。它涉及到学习、相信，还有就是顺服神的旨意，并且在实际生活中不断调整自己。这说到底呀，关乎的是我们内在世界的转变，变得更有爱心呐，更有耐心呐，更正直、更谦卑之类的。这需要时间和神的帮助，不是光靠自己使劲就能成的。然后第四个目的是事工，意思是你被受造是为了服侍神。这个也挺有意思的，他把服侍看成是每个人的事，不是什么牧师或者神职人员才需要做的。书里提到，每个人都被赋予了独特的组合，就是为了用这些来服务别人。他还用了一个英文缩写词 shape 来概括这种独特性，是吧？对 shape 这个概念非常关键，它特别强调神设计的个体性。shape 这5个字母分别代表 S 是 spiritual gifts 属灵恩赐，就是神给你的特殊能力，用来建立教会、服务别人。
比如教导啊、鼓励啊、怜悯啊、管理这些。H 是 heart， 心灵负担或者说热情，你心里真正关心的，让你特别有热情去投入的事物或者人群。A 是 abilities， 能力才干，就是你天生的或者后天学到的各种技能，不管是专业技能还是通用能力。P 是 personality， 个性特质，你的性格是内向外向，喜欢思考还是行动，注重细节还是大局，这些都影响你适合用什么方式去服侍。E 是 experiences， 个人经历，你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痛苦的经历、属灵的经历等等，这些都塑造了你，也让你能用独特的方式去理解和帮助某些特定的人。书里认为只有认识并且用好你自己的 shape， 找到跟你这个 shape 匹配的服务岗位，才能最好的发挥神给你的潜能去服务别人。这个 shape 的概念确实让服侍这件事儿变得特别个人化，特别具体了。不是让所有人都做一样的事儿，而是找到自己独特的贡献方式。那第5个目的呢，是米性，意思是你被造是为了一个使命。这主要指的是什么呢？这个使命，主要指的是参与到神在这个世界上的工作里去，特别是要跟别人分享那个好消息，也就是 gospel， 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信息。耶稣基督是谁？他为我们做了什么？以及这怎么能改变人的生命，改变人和神的关系？同时呢，也包括用实际行动去关心这个世界，扩展神的国度。书里鼓励信徒要留意日常生活里那些所谓的神圣的约定。神圣的约定，这个说法挺有意思的。是的，沃伦认为这可能不是什么偶然碰见，而是神特别安排的机会，让你可以就在那个时刻很自然地表达出神的爱，或者提供帮助，或者在合适的时机下分享你自己的信仰经历。比如资料里提到的那个例子，你发现办公室里有个同事平时挺开朗的，最近老是闷闷不乐，你就主动约他吃个午饭，听听他怎么了，然后跟他说我可以为你祷告。这就是一个潜在的神圣的约定，关键在于要培养一种属灵上的敏锐，留意身边人的需要和你可能介入的机会。敬拜、团契、门徒训练、事工使命，这5个目的听起来都挺重要的。那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是并列的吗？还是有先后顺序？这是个非常核心和问题。书中特别强调这5个目的，它们不是相互独立的选项，更不是一个让你随便挑着做的餐点，它们是相互关联、相互支持的，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以上帝为中心的生命蓝图。你可以想象，它们就像一个五角星的5个角，笔直连着，共同指向中心，也就是神自己和他的荣耀。打个比方，你在团契中得到支持，得到成长，这就是门徒训练，然后这让你更有力量去敬拜、去服侍，这就是事工，也有更勇气去完成使命。它们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所以这5个目的的整合性，以及它们最终都指向那个超越今生的永恒视角，可以说是这本书提供的一个非常强大的思考框架。当然了，理解了这些概念之后，最实在的问题就是，听起来是不错，但怎么在每天那么忙，甚至有点乱糟糟的生活里活出来呢？这5个目的会不会变成一种新的压力，或者就是停留在脑子里的理论？沃伦在书里其实花了很多篇幅来强调，活出这些目的的关键，不在于要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而在于把它们日常化、习惯化。咱们手头那份资料就给了不少特别具体的行动建议，比如咱们看第1个实践应用，怎么做到超越周日的日常敬拜。资料建议从很小的习惯开始。1，每天早上醒来，用一个很短的祷告给一天定个调儿，可以说，主啊，今天我把它交给你，愿我的想法、我的话、我的行为都能荣耀你。2，有意识的调整心态，把那些看起来挺枯燥或者挺累的任务，不管是回邮件、做家务还是带孩子，都看成是为神做的，是向他表达忠心的一种方式。3，晚上睡觉前，花个几分钟反思一下，今天在哪些事上我感觉到了神的同在，我做的哪些选择体现了我想活出敬拜的生活。
把日常的琐事看作是服侍神的一部分，这个心态转变，说实话，挑战挺大的。就比如刚才说的堵车吧，大部分人第一反应肯定是烦躁抱怨，要把它转变成祷告或者感恩，这绝对需要刻意练习。但听起来，这种练习本身好像就是一种敬拜的行动了。说的特别对，这种心态上的刻意练习本身就是成长的过程。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实践应用，怎么真正的投入到团契和社群里去。行动建议也很具体：一，不只是停留在参加聚会，而是要主动委身于一个稳定的小组或者社群，建立那种长期的互相信任的关系。这意味着你要规律的投入时间和精力。二，要学会在安全的环境里摘下面具，就是说诚实的分享自己的软弱和挣扎，同时也为彼此的成长和胜利庆祝。这种透明度是建立深度连接的关键。三，要养成主动鼓励别人的习惯，可能就是每周给小组里某个人发条简单的鼓励短信，或者打个电话问候一下最近怎么样。这确实点到了现代社会的一个痛点啊。我们微信里可能有好多联系人，但是真正能敞开心扉、互相扶持那种深度关系反而特别少。碰到困难的时候，第一反应经常是把自己藏起来，而不是去找人支持。要打破这种孤立的习惯，主动去投入社群，听起来是需要勇气的，但也好像蕴藏着很大的力量。是这样，没错。第三个实践应用是关于怎么用你的恩赐去服侍，并且参与到使命当中。具体可以怎么做呢？一，可以盘点一下自己的 SHRP， 找到至少一项你比较擅长或者特别有热情的技能。比如你擅长组织活动，还是特别会倾听、懂技术，或者很会做饭。然后主动在教会或者社区里找找有没有可以贡献的机会，哪怕是很小的事儿。二，提高对神圣约定的敏感度。就是在每天跟人打交道的时候，留意那些可以很自然地表达关心、提供帮助或者分享自己生命见证的时刻。三，可以给自己定一些小目标，有意识地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去祝福别人。比如这个月主动去关心一下平时不怎么来往的邻居，或者给一个看起来有需要的同事提供打实际的帮助。资料里那个退休人员用自己烘焙的技能给社区里那些新手妈妈送吃的那个例子，就特别打动人。他没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用了自己喜欢又擅长的技能，给别人带去了温暖和支持。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事工和使命的体现了。这里真正有意思的是，我们能看到这些看起来很普通、很微小的行动，他们是怎么像一点一滴的水流一样汇集起来，最终指向那个好像很宏大的生命目的。它让意义感这个东西不再那么遥远，而是藏在每天的点点滴滴里。对，就是这种把宏大事事落实在微小行动上的连结，让这本书的理念有了很强的实践性。这些步骤的核心就是把抽象的5个目的变成具体的、能坚持下去的日常习惯。书里反复强调，这样一种以上帝为中心，在社群里成长、服务他人，并且着眼于永恒的生活方式，它不仅能带来今生的意义感和满足感，这跟很多追求世俗成功的路子不一样，同时也是在为永恒做准备。书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比喻，我们活在世上的生命，既是一场考验，考验我们的信心和品格，也是一份来自神的信托 trusteeship。意思就是我们被交托了时间、才能、资源和机会，就像管家一样，需要负责任的去管理、去运用，并且将来还要为此交账。非常感谢你今天跟我们一起做了这么深入的探讨，通过剖析标杆人生的核心思想，还有那些把宏大理念落到实处的具体方法，希望真的能为你思考自己的生命意义提供一些新的角度。这本书的核心其实就是向我们每人抛出了那个终极的问题：我究竟为何而活？我们活着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活出神给我们设计好的那充满意义的5个永恒目的。这就引出了一个我觉得很值得你带走并且好好思考的问题。如果生命真的像我伦描述的那样，是一段为永恒做准备的旅程，而且我们还被赋予了这5个清晰的目的作为脑导航图，那么就在这个星期，你可以有意识地做出哪一个微小的具体的改变，来让你的日常生活更贴近这5个目的中的某一个呢？
不需要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也许就是尝试开始那个5分钟的晨祷习惯，也许是主动联系一位你觉得需要关心的朋友，实践一下团契的意义，或者在你的工作中尝试用我是为神而做的心态来面对一项你不太喜欢的任务。这个小小的改变，也许就是开启一种不同生命体验的钥匙。这真的值得你接下来细细的去思量一下。